自印度与巴基斯坦分裂成两个国家后，孟加拉也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了，独立建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是因为宗教因素，回教徒与印度教徒冲突不断。那孟加拉呢？孟加拉与巴基斯坦都是穆斯林主导的区域，都是同胞。那为何孟加拉要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呢？আমি প্রধানমন্ত্রিত্ব চাই না, আমরা দেশের মানুষের অধিকার চাই। Behalf of our great national leader,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Bangladesh, Sheikh Mujibur Rahman, do hereby proclaim the independence of Bangladesh. 孟加拉原名东巴基斯坦或孟加拉邦，在地理上是位于南亚的东部，而巴基斯坦是位于西部。中间夹着一个印度，也就是说是印度把东西巴基斯坦给分割了，两部分并没有领土接壤，但同属一个巴基斯坦。这点有点像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与婆罗洲的东马被南中国海给分割了，两地互通最少隔2000公里，东巴也可以称为巴基斯坦的飞地。两地互通都需要穿过一个印度，因为被印度给割开了。但如果想从东巴直线走到西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冷战时期，印巴关系是极度紧张的，看他们刚刚打完一场仗不了。飞地一般只有在国家强大的时候才保得住，因为它一般与主体存在着差异，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所以通常向心力会比较差一点。他会一直质疑中央为什么没有看到他，没有重视他，没有给他多一点资源，偏心等等，所以很容易被外部势力给挖角。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国家强大的话，别的外部势力就不敢挖角，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关岛、珍珠岛等，至今都没有人敢动啊，因为他怕美国报复，所以这就会保住他那些飞地。而巴基斯坦不一样，他才刚独立没多久，而且又跟印度打了几场仗，实在虚弱。如果要保住个东巴基斯坦的话，实在杯水车薪啊。东西巴基斯坦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文化断层和语言鸿沟，东巴主要使用的是孟加拉语，西巴推崇的是乌尔都语。甚至在立法上，两个也不相同的，双方更在意识形态上不同调，导致两地的紧张情势进一步升高。中央政府也就是西巴希望实行的是伊斯兰教式的国家宗教制度，但孟加拉人更倾向于把主意置于宗教认同之上，也就是说，我首先是孟加拉人，再来我才是穆斯林。所以他们更希望建立一个符合世俗主义的社会。而到了今天，孟加拉的宪法依然阐明孟加拉是世俗国。其中的原因就是当时还留在巴基斯坦境内没有跑去印度的约1000万印度教徒和锡克人几乎全部跑去了东巴，这使得西巴无法完全彻底信任东巴，所以造成了两方的信任隔阂。我不相信那边有这么多异教徒在那边，我还是留有一手吧。这是西巴的想法。在印巴分治前，曾有人提议将穆斯林占多数的东部和西北部地区分为两个国家。但此举遭到英国当局的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希望把所有的穆斯林都并入巴基斯坦，不要制造两个穆斯林国家这么麻烦。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他们的文化、语言、民族都不相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穆斯林。而仅仅只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所以孟加拉就被这样并入巴基斯坦了，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大家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英国人就仅凭一张老旧地图，在上面随手一画，就决定了几千公里外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领土划分，造成几千万人逃难。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看，或者下载片再找也行。尽管东巴基斯坦占该国人口略多数约56%，在人口直接代表之下，东巴在大多数时候都控制了该国的议会，但占据领土面积和战略纵深优势的西巴则牢牢控制住行政和军权。这情况有点像美国总统有时候还要受制于美国国会，但巴基斯坦的情况是，他的议会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因为他没有枪杆子，所以就算你东巴控制住议会也没有用，因为军权、行政权在我这里，我来控制。由于西巴掌控着政府力量，所以东巴能够获得的发展资源始终少于西巴的。因此，东巴基斯坦在经济上长期受到西巴的剥削，导致许多孟加拉人的不满，因而萌生独立。1948年，也就刚独立的一年，东巴基斯坦的纺织厂数量为11家，而西巴基斯坦的纺织厂数量为9家。但到了1971年，也就是过了23年，期间西巴为自己分配了大量的资源，将工厂的数量从11家增加到150家，而东巴仅从9家发展到26家而已。此外，估计有26亿美元的资金从东巴转移到西巴，秘密的进行。是那时候的26亿啊，不是今天的26亿啊。
以前我们准备吃一碗面是几分钱而已。在政治和经济上，作为巴基斯坦人口少数的西巴人，却占据着巴基斯坦绝大多数的官员、公务员、教师、军官、律师等高收入或是高权力的岗位。在东巴基斯坦还没脱离巴基斯坦之前呢，每一任的东巴省长都是由西巴人出任，也就是西巴委任那些省长来管理东巴，也是信不过你东巴人呗。所以这就是隔阂其中一部分。还有就是文官集团的数量长期都是西巴是多于东巴10倍。在文化上，1948年乌尔都语被宣布为该国的唯一国家语言，也就是官方语言了。尽管当时只有不到10% 的巴基斯坦人口说乌尔都语，而且只在南亚次大陆的北部、中部和西部区域流行，而56% 的人口都在说孟加拉语。但西巴基斯坦认为孟加拉语是印度教的语言，也是异教徒的语言，所以将其从学校课程中删除，这激起了孟加拉人的大怒。凭什么你那个只有10% 人说的语言可以被保留，可以被封为国语，而我这56% 的人不仅不会封为国语，而且还从学校课程里删除？你这是根本在打压东方的文化。所以他们发起了语言运动，要求承认和保护他们孟加拉语母语，并要求把孟加拉语列为巴基斯坦的国语。当时民间社会就抗议，反对从货币和邮票中删除孟加拉文字，因为这些文字自英属印度以来就已经存在了。这场运动也成为了抵抗的象征，并为孟加拉国的文化语言认同奠定了基础。该运动在1952年达到了高潮。同年2月21日，警察向抗议的学生和平民开枪，造成多人死亡。经过多年的冲突，孟加拉政府终于做出了让步，并于1956年授予孟加拉语官方地位。1999年1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因此宣布每年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孟加拉建国后，更将这日定为语言运动日。Bangla, the language we all love so dearly, came at a great price. We speak Bangla every day, yet there was a time when a foreign language was forced on us. And the people who fought for Bangla so that we could speak it today are our greatest heroes. Previously, in 1948, Jinnah declared that Urdu and only Urdu epitomized the spirit of Muslim nations and would remain as the state language. The Urdu-Bangla controversy took a very serious turn when Governor General Khwaja Nazimuddin, who was a Bengali himself, defended the Urdu-only policy. Soon, the all-party Central Language Action Committee was formed in a meeting at the Bar Library Hall of the University of Dhaka. In the meeting, the proposal of writing Bangla in the Arabic script was heavily opposed. The committee called for an all-out protest on 21st February. And to prevent this, the government imposed Section 144 in Dhaka, prohibiting any gathering. But defying the prohibition, students began gathering on the University of Dhaka premises at 9 o'clock in the morning. Tear shells were fired at one point to warn the students, but the protests didn't fear no warnings. And when the police realized that the willpower of the students were far too strong, they opened fire at them. This martyred a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killing of these students only further fueled the protests across the city. And since then, 21st February forever became the day when Bangladeshi students displayed courage and loyalty that the world had never seen before. 虽然西巴最后在语言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让一种被其认为是其敌人印度的方言成为他们的联邦语言，但在其他方面的冲突和分歧依旧在进行中，导致孟加拉在1971年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了。所以关于孟加拉独立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下期我们还继续更新孟加拉独立战争的全过程，包括印度出兵介入这场战争。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哦。如果你想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是一国，为何突然间分裂成2个国家呢？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